Hello，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将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座我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天津。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说过这座城市啊？天津呢是坐落在中国北方的一座城市，也是中国4大直辖市之一。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天津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天津之眼。天津之眼的全称呢叫做永乐桥摩天轮。顾名思义啊，这是一座巨大的摩天轮，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造在桥上的地标性建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有一个关于这的介绍，叫做三岔河口记。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三岔河口指的是哪三岔河？这三岔河口呢，分别指的是南运河、北运河和子牙河的交汇处。这个呢是关于三岔河口的一个介绍，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很长的记载啊。天津呢，距今为止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个三岔河口呢，也是天津居民最早的这个聚集地之一。现在我们看见的这幅图呢，叫做京杭大运河图。这是一幅关于京杭大运河的壁画。京杭大运河呢，在古代的时候，在中国古代呢，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长的运河。那么这幅壁画上呢，也显示了当时京杭大运河呢，在它的一个水上景象。京杭大运河呢，它是流经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以及浙江这些城市。它呢，也沟通了黄河、淮河、海河、长江以及钱塘江这些水系。它的全长呢有1797千米，所以在当时呢也是全世界最长的运河。我们看现在对面的这个桥呢，就叫做金刚桥。这个呢，也是天津之眼周边的景色。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条河呢，就是三岔河口的其中一条。其实呢，我觉得天津是一座可以既包含中国古老文化，又可以包含西方文化的这么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城市。夕阳西下的天津，我觉得还是很漂亮的，你们觉得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天津民俗文化的一个聚集地，叫做天津古文化街。古文化街，古文化街，顾名思义，就是天津很多的一些古老的文化，包括一些天津的民俗啊，还有一些天津的传统小吃。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这个古文化街呢，它很有这个古建筑的特色。大家也知道，由于现在中国是疫情区，很多这个景区呢是不能被开放的，所以我们只能看看外面的景色。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这个右手边呀，有一个叫做观银号的这一个建筑。这个建筑呢，在
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吧，它就相当于一个银行，也是保存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个古建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吊旗上现在写的这个4个大字“古文化街”。虽然现在是疫情期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外边的这个装饰还是透露着很浓厚的这个历史文化气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大门是紧闭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里边的一些景象。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我拍到了这个2个巨大的锦旗，一个叫果仁章，一个叫泥人章，还有一个叫杨柳青年画。这些呢都是天津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民俗啊。泥人章就是用泥巴捏成的各种各样的人物。那么果仁章呢，就是中国的是天津的一个传统小吃，是果仁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个牌匾，上面写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3绝。这其中1绝呢，就是耳朵眼炸糕，不过它今天没有开门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耳朵眼炸糕，它呢是始于1892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外边很冷清，路上基本上没什么人。请配合工作人员测量体温。不戴口罩者。现在我所在的这条街呢，就是天津的美食街，叫做中山美食街。那么这里面呢，有许多天津传统的小吃。这个天津糕根呢，就是天津的传统小吃之一。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着金门1绝。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一个龙头一样的这个呢，叫大碗面茶。这个呢也是天津的传统小吃。这个汤圆呢，一般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会吃到。平常的时候也会吃，但是很少。我们看现在已经有很多店已经下班了。平常这条街呢，会有很多这个传统小吃呢在外售卖。不过，由于最近的这个冠性病毒啊，所以很多店家都没有开门。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正在做的这个呢，叫做芝麻酱。这个呢也是中国的这个天津传统小吃，
然后有一些什么麻花呀、锅巴呀，这些呢都是自制的，包括一些果脯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这个就是二维码支付。然后中国现在基本上都是电子支付。好了，那么今天的介绍也将告一段落。如果视频中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你对中国或者是天津的哪些历史文化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感兴趣的，都可以来问我。欢迎你们来到中国，欢迎你们来到天津，拜拜。